兄弟就是这么做事的。整整32箱上好的烟土，你知道我所有身家都在上面。你一句话让它全都沉到江底去了。你知道我们要犯多少盐才能够顶上这个宝贝？壮哥，来坐，消消气。当初你找我搭伙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过，鸦片不能碰。你老子是江州警察厅厅长，雷汉面前大红人，在江州这地界上，有谁敢对你指手画脚？我就不明白你在害怕什么。庄哥，我们是朋友，是兄弟，所以我才推心置腹的劝你，我们赚钱可以。可这鸦片是害人的东西，我们不能碰。这幻影楼里的姑娘，天天对着你有说有笑，徐公子长，徐公子短，对你感恩戴德，你真当自己是活菩萨了？你老子要不是警察厅厅长，你看他们会不会这样瞧你？既然话不投机，那就改天再聊吧。我就最后问你一遍，兄弟的感情是不是不顾了？我犯一次烟土，你就让他沉一次。想在江州贩鸦片，除非我死。徐公子，我是想看看这里还缺点什么。徐公子，您正事忙完了，要不要我把刚刚姐妹们都喊回来陪您喝酒啊？不必了，我想自己待一会儿。徐公子，蓉姐让我来问问您，今晚是不是要歇在这里啊？银霜今晚陪您，可好？徐公子，您睡了吗？徐公子。你说这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这是有多大仇啊？非得把脸皮给剥下来？这太吓人了，也不知道怎么了。队长，看来欠什么都不能欠情债。别乱说话。我没乱说话。队长，你不知道，徐公子可是那江州第一多情的公子，那风月传闻可是一大堆。徐慎行身上有很大的酒气，他应该是在醉酒的状态下被人从后背袭击，凶器是一把锋利的匕首，贯穿了整个胸口，脸部周围没有多余的创口，这说明剥脸发生在他身亡之后，否则他一旦进行挣扎，势必会留下或多或少的伤痕。大毛，你去审讯一下欢迎楼的所有人，老鸨、歌女
杂役、伙计一个都别落下，看看谁见过这个布偶。还有，徐慎行在生前遇到过什么人？有没有什么新面孔来过幻影楼？凶手在这种地方犯案，一定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。去吧。是。小陈，队长，你去通知一下徐厅长。是。哎，别说太直接啊，顺便打听一下，徐府这3、5天有没有发生特别的事情，越细越好。是。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是谁伤害了他？是谁？厅长，你放心，有宋河和火乐在，他们一定会查明真相，为慎行伸冤的。慎行，慎行。哎，火乐，哟，水都备好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找你啊？我们是搭档，这又发生了命案，你不来找我，去找谁啊？来吧，说说看。本月18日晚8点钟，徐厅长的独子徐慎行乘马车来到幻影楼。据我们调查，徐慎行进入清规坊不久，他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庄氏洋行的总经理庄思前来赴约。随后，歌女银霜听到徐慎行和庄思在屋里因为鸦片的事情吵得不欢而散。另外，据欢迎楼的护院顾随目击，案发当晚，他曾看到过一个可疑的生人，左手戴着银质尾戒。随后，他在2楼巡视的时候，又看到了那个人，而且他好像和庄思认识。综上，我有理由怀疑，这个右脸上有一个黑痣、左手戴着银色尾戒的陌生面孔，就是庄思雇凶杀害徐慎行的凶手。我认为徐慎行之死跟那个所谓的凶手毫无关系。买凶杀人，重点就在于杀，也就是了结性命，仅此而已。而事实呢？死者被剥去了脸皮，试想一下，剥脸皮又不是剥橘子，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，更何况是在幻影楼，每天有很多的歌女和客人出入。这如果不是因为心理需求，没人会冒这个险。那么，凶手是对死者恨之入骨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方式不对。其实，在你们来之前，我已经找过小凡了。凶手是在死者死了之后才将脸皮剥去。如果单纯是因为恨，反过来才合理，这样才能让死者感受到最大的痛苦，对吗？太对了，我觉得秦侦探分析的真的是特别到位。队长，你觉得呢？如果是买凶杀人的庄思故弄玄虚呢？我不这么认为。之前我在英国的时候梳理过一个案件，叫白教堂连环杀人案，凶手名叫开膛手杰克，有过切走被害人子宫的行为。我的理解是，他想让那些女人们都失去性能力和性别身份。所以在本案，我判断凶手是想令死者失去他的现实身份。换句话来说，凶手想通过这种行为制造他与死者的陌生感。你的意思是，凶手和死者其实是熟人？我更倾向于这个结论。说说吧，
除了庄司这条线索，你们还有其他发现吗？调查线索是徐府的管家老曹提供的。他说，在案发的前一天晚上，也就是17号，有一个黄包车夫替人送来了一封勒索信。我们家少爷那些事儿，想必你也有所耳闻，想坑他一笔钱的人多的是，所以这种信我就见怪不怪了。况且当时少爷也在家中，所以这事儿我就没在意。还能想起来那个黄包车夫长什么样吗？不过我倒是记得是哪家车行的。哪家？妒忌。去抓住那个黄包车夫，就能知道信从哪儿来。车夫已经抓到了，写信的人也找到了。是谁？一个叫沈源的代书先生。代书先生，就是替一些不识字的人写家书、契约什么的。怪不得字这么漂亮。他人呢？失踪了。失踪了，失踪了。说说他吧。歌女幻阳，1年前曾与徐慎行2前相悦。据幻音楼的护院顾随所述，案发现场的那个布在幻阳的房间里面见到过。这个娃娃我在幻阳姑娘房间见过，是她的。幻阳姑娘在哪？大约在1年前，她被逐出了幻影楼。逐出了？为什么？原本她被徐公子看中，想招她入府，后来阴差阳错，事情没有成。幻阳姑娘一气之下，便拾起了去幻师妹的勾当，结果东窗事发，她就被逐出了幻影楼。那她现在人在何处？南郊。去幻师妹。好，我去查沈源那条线索。庄司交给我。大猫、小陈，你们再去一趟幻音楼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掉的线索。是。事毕之后，咱们南郊老屋会合。行动。请。这屋子，你是什么时候租给沈源的？大概5、6年了。他做代书先生多久了？这个我记不大清楚了，反正住附近的人啊，写封家信啥的都找他。他性子温柔，有耐心，酬金又不高，有手头紧的，欠着也行。他一直独居吗？一直一个人。警官，警官，庄先生今天真的没在。你最后一次跟他见面是什么时候？好像是前天，又好像不是。他这个人呐，平时不爱说话，见面就是点头打个招呼，所以啊，印象就不深了。您别那么看着我呀，不光我一个人啊，您去问左邻右舍，一准都像我这么回答您。这些人呢？哦，幻音楼的姑娘，他们也来找他代书，近呗，出了这个巷子的尽头就是幻音楼的后山。
队长。青阳姑娘，我来找庄氏洋行的庄司，劳烦您带个路。庄先生是在2楼，但是宋队长，您现在这个时候找他，恐怕不太方便。那我自己去。啊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查案呢？雷司令在里面呢。在。欢迎楼的命案我听说了，可司令正在与庄司谈事情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你要想查，等司令走了，你随便查，啊？好，坐。雷司令，我是宋河。你干什么？你这个脾气迟早要你命，知不知道啊？抱歉，兄弟，我是真没办法呀。那查案一刻也耽误不得。雷司令，是我是宋河，我得进去。别吵了，让他进来。司令，嚷什么呀？抱歉，司令，我是来找他的。司令啊，宋队长是来找我的，容我跟他说2句，啊，之后我们接着喝。好。宋队长是吧？初次打交道，来，我敬你。庄老板，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吧？18号那天晚上，你带了一个人去幻影楼，而后与死者徐慎行在房间里面因为贩卖鸦片的事情大吵了一架。接着，你率先离开了幻影楼，但是那个人却没有走。几个小时过后，徐慎行就被杀了。慎行不是我杀的，我刚刚可没有说是你杀的。你雇那个人花了多少钱？我可没带什么人去幻影楼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雇的那个杀手到底花了多少钱？我们既然可以查清楚你们的关系，那我就一定可以找到他。庄老板，你要是突然想起来一些什么，可以来侦缉队找我；要是实在不想来，等我们找到他了以后，再去庄氏洋行请你。不过你要想清楚了，前者叫自首，后者叫抓捕嫌犯，孰轻孰重，你自己考虑清楚。等等。宋队长，如果贩卖鸦片跟本司令有关系，你该怎么办呢？依法度办事，就算活出这条命，也要阻止司令。好小子，有种我雷害最讲道理了啊！这么跟你说吧，我雷害在江州1天，就绝对不允许鸦片出现在江州的大街上。庄老板，我的话你听清楚了吗？谨遵雷司令教诲。宋队长，我现在可以跟庄老板谈谈如何振兴江州商业的事情了吧？是，司令。去南郊，辛苦师傅。哎，师傅，不是这条路吧？是你！上次碰见邹启，算你小子走了狗屎运。今天的账，咱一块算。哎，我说，你能别老动刀吗？巧克力它不香啊！给老子闭嘴！老子再也不会上你当。小爷我六亲不认，别说什么巧克力，你现在放100块现大洋在我面前，老子照样卸你条胳膊。那这样你看行不行？你给我半年，我保证，半年之后我如数交付。半年就是180多天，你说每天……嘿，又耍老子是吧？啊，没有啊，老子今儿先卸你条胳膊，半年之后把你大卸8块。
青天白日行凶，好大的胆子！少管你小爷的事！这位是啊，宋队长，在下欢迎楼顾随。我跟徐公子那是一面之缘，多亏他保荐，欢迎楼才请我做的护卫。现在他被人杀害了，我在想，能不能为他做点什么？你就去找还阳了。啊，对，毛警官当时找到我的时候，我一眼就看出那个娃娃是还阳的，所以我想找到他，我想问他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个幻央和徐慎行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？江州的人都知道，徐慎行是徐厅长的儿子，生了一副好相貌，为人呢风流倜傥。再说了，警察厅厅长的儿子能娶一个歌女为妻，但这个幻央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，竟然迷住了徐公子。自从幻阳姑娘来了幻阳楼，他几乎每天都和幻阳姑娘待在一起，最后还答应要将她接入府中。这往后啊，你要是做了徐府的太太，可不要忘了荣姐我。你们这些女孩子里呀，我最在意的就是你。没想到第一个离开的也是你。花阳心里明白，若不是妈妈穿针引线，哪有我跟慎行的今天啊？您的恩德，花阳一辈子都报答不完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！你继续打扮，我们呀漂漂亮亮的嫁进徐府。顾随，你去看看，徐公子一会儿就来了。可是徐公子是什么人？江州有名的花花公子。怎么样，见到慎行了吗？我问你话呢。见到了。那他怎么还不来？徐公子他不会来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北城新开了一家司仪馆，里面的头牌小阿奴把徐公子缠住了。欢阳姑娘啊，一片痴心，却没有等来徐公子，一时不甘心，竟走了偏门。他做了什么？欢阳姑娘并非汉人，是生在关外的姬子。姬族人呢，擅奏家野琴，曲调极美。徐公子就是被此琴声所吸引，才渐渐的迷上了欢阳姑娘。后经老鸨撮合，欲娶欢阳姑娘为妻，但徐公子他不知道，这琴有另外的用处。什么用处？驱欢师妹。这所谓的驱欢师妹，多半是在碗里放了平时饲养欢的食物，骗人的把戏而已。就是这儿了。驱欢师妹的事件发生之后啊，姑娘们把这事儿传遍了整个江州。徐公子再也没有来过，把我们荣姐气坏了，所以命令我把欢阳驱逐。临走时只扔给了他5块大洋。欢阳姑娘再三祈求，荣姐才勉强同意她带走了那架家野琴。从那之后，她就一直在这儿了。对，江州没有任何人敢收留她，我便帮她另了这间老屋，她就一直住这儿。那许慎行真的再也没有找过她吗？是，徐公子再也没有提起过欢阳。
顾随身手比你好，让他去吧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啊，不是。 顾随来了，怎么样？跟丢了，会不会陈天浪？不会是他，此人身手强过一般毛贼。哎，对了，有没有什么发现？从线香点燃的程度判断，应该是刚刚被人点燃的，但从未完成的黄纸符咒上的笔墨。 以及架在砚台上的毛笔来看，幻阳姑娘离开的时间已经很久了。线香应该是刚刚那个人点燃的，目的就是为了给我们制造视线障碍，方便他对我们其中某个人进行刺杀。你的意思是，他要杀我们其中一个人？线香应该是刚刚那个人点燃的，目的就是为了给我们制造视线障碍，方便他对我们其中某个人进行刺杀。你的意思是？ 他要杀我们其中一个人，但是没有料到我们来了3个。对，哎，幻阳姑娘人呢？她江州没有熟人的。符咒只画了一半，很显然是遇到了什么紧急的事情。是不是被人挟持了？应该不会。为什么？若是被挟持，毛笔怎么会规规矩矩架在砚台上？再说，就算是挟持，那也应该是熟人作案。对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受教了。 哦，对了，你见过这个吗？这看起来好像是什么鸟的羽毛。去鸟市看看就知道了。我去吧，三教九流我熟，我去鸟市查查就知道。嗯。二位，我一打探到消息，就立刻通知你们。今天多谢你了。告辞啊。这顾随挺有意思的，身手确实不错，但是要跟我正经比划一场，我一定不会输给他。是，我们宋队长最英勇神武了。我们为什么不从庄司找突破口啊？今天白天我好好的吓唬了他一顿，为的就是引蛇出洞，引他去跟那个杀手见面。办法是个办法。 但是，以庄司这种身份，未必再会亲自去见他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顾随不是说了吗？那个杀手右脸上有痣，左手戴银质尾戒，所以，咱们就去赌方。赌方？对，从迷信的角度来说，戴尾戒的人是为了防止漏财，只有赌博的人才会在意这个吧。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别忘了，我可是……行了，钱侦探，要是这么能算，怎么没算到今天程天浪差点线只胳膊呢？我是读心课，又不是算命的。我看差不多。这个就是城北最后一家了。我掐指一算，此处必有所获。
开！来，5点抢。停，在这儿呢。抱歉，认错人了。我家大来，给您啊，您的必须是大，这是您的。再来一把啊！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。还要到没有？还要到没有？买定离手啊！买定离手。开，打，开，抢，好，哎，12点打，来，给钱，买定离手，抢，打，15点打，来，给钱，抢，16点打，爷真是好手气啊！来，这是您的，哎，这是您的，这位爷，不光人精神，手气也好啊！来，咱们再来，买定离手啊，压大压小啊，还有没有？买定离手啊，全压小，哎，好，开，抢3点打，来，这位爷，恭喜您啊！大爷，来，您的，这是您的。为什么不让我招他？因为他是一个杀手，我担心你的安危。可是我的意思是，在不用武力的情况下，我有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否则的话，我跟他玩了这么半天，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？现在面包、奶酪、炼乳和蔬菜全都齐了，我得给你做一个三明治吧。时间被你耽误的差不多了，走吧。我可不喜欢吃隔夜的三明治。别动摇希望的，他一定没有走远，别露馅了。朋友，出来耍钱无非寻个乐子，输赢嘛无非运气，没必要这样吧？行了，你闭嘴吧。同样是2个肩膀扛一个脑袋，怎么你们压什么就中什么呀？就为了这个，我都说了，那是运气。我不信，你们肯定有什么秘诀。告诉你可以啊，你给多少钱啊？我就知道这里面一定有猫腻。这样，只要你把法子告诉我，价钱你随便开。随便开？你当你家开银行的呀？怎么着？想动手啊？动什么手？我意思是说，只要你把法子告诉我，我身上任何零件，你想要哪一块就割哪一块，老子绝对不吭一声。行，敞亮，就冲你这执着的劲儿，东西我可以给你。什么东西？神符？这世上还真有神符这玩意儿？我一直以为是江湖骗子胡诌的呢。这大部分确实是骗子，但我这场保真。你刚也看了，我把把都赢。你开个价。哎呦，这开价是可以，但是问题呢？有什么问题说。这符啊，供奉的是吕祖先爷，这位脾气怪得很，非得心里搁着他敬重他的人，他才愿意帮忙。所以啊，我得先试试你。咱们事先可得说好了，如果这吕祖先爷不认你，就算你给我一座金山，我也不会卖给你。懂了，你问吧，我现在一脑门子全尊重。行，我也不为难你，就随便问问。今天晚上，你一共去了几家赌坊？禀告吕祖，2家，还有一家在城西长盛赌坊。昨天晚上呢？昨天晚上没去赌坊。没去，不可能。我向吕祖发誓，我真没去。那你去哪儿了？欢迎楼。找哪个姑娘？没找姑娘。
没找，听见没？还有人去欢迎楼不找姑娘的，你信吗？真没找姑娘，我昨晚接了一单生意，根本就不是去找姑娘的。那生意成了没？嗨，别提了，好好的一桩生意，活该我自己弄的，让人给截胡了。你好，你的意思是你杀徐慎行的时候他已经死了？可不是吗？我到了以后把门一推开，这徐慎行就……我可没踢过徐慎行啊！你们什么人？在这待着，我去看看。站住！金雕，对，我调查过了，这几个老行当说，此雕可以在100里之外感觉到危机，并且发出啸叫声。而且他们还告诉我，就在1个半月前，庄府的管家曾花重金买了一家。想说什么？说出来吧。我就在想啊，庄司雇佣的那个杀手说，他准备动手的时候，徐慎行就已经死了，然后他就被人射杀了。杀他的人动机又是什么？不外乎2种情况：一是他目睹了真正的凶手；二是他虽然没有见过凶手，但知道一些关于本案的细节。这些细节传到咱们这里，会让咱们间接的掌握凶手。反正我觉得，这个庄司是非常有嫌疑的，保不齐他除了请了这个杀手之外，还请了别人呢。我也觉得，这个羽毛出现在南郊老屋，实在是有些蹊跷。庄宅要好好查查。不是，难道你们想夜探庄宅？宋队长，你在犹豫什么？我在想啊，这么大一个宅邸，得有多少看家护院呢？万一被发现了，咱们怎么脱身？这没关系，万一被发现的话，我帮你引开护卫，你脱身便是。那怎么行？警察是不会丢下同伴的。怎么了？我想起来了，在赌坊门口杀人灭口的人，我就在这跟丢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人就在这里面？看来的确是庄司派去的。那还愣着干嘛？走。这是什么破案新思路吗？其他人呢？我是在发散一下思维。宋河和顾随他们去夜探庄宅了，毛帅和陈正他们有其他的秘密任务要进行。怎么样了？我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捋顺。沈园和焕央为什么会突然消失？尤其是沈园，他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？我始终都没有方向。你放心吧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想明白的。没有什么能够难倒我们秦神探。我哪有你说的那么无所不能啊？是吗？但是我从一开始就这么觉得呀。那是因为你从一开始
就先入为主高看了我一眼。哎呀，哪有？我当时就是觉得你那套理论非常新颖。活了，先入为主。活了，我知道了，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先入为主，走错了方向。我要再去看一下徐慎行的尸体。哎呀，果然是稀少珍奇的金雕啊！哈哈，就是不一样啊！我这辈子啊，算是值了。你我都是老朋友了，我也不瞒你，这是我为了那烟土的生意上了一道保险。你也知道，干我这生意也是掉脑袋的营生。这金雕能在百里之外预知危机，可恶的是，我那一传的宝贝好不容易刚进入到江州，就被徐慎行全都扔到了江里。提起这事儿，我就恨。这是什么？什么味道？徐慎行生前得了传世鬼柱的病症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这雕，你多少钱买的，我一分不少，照价给你就是了。那就太感谢了。你也知道，我那些钱全压在这批货上了，现在兜里一个子儿都没有，只剩下这宅子了。川老弟啊，
等你哪天东山再起了，回头我再把它还给你。嗯，谢谢。庄老板，他这是……这东西性子灵，一定是有人闯入。阿正，你在这儿待着，我出去看看啊。来人，有2个贼人闯入，给我找，让他们跑掉。是。你从后门走，我帮你拖住他们。刚刚不都说了吗？警察是不会丢下自己同伴的。都给我拿下！是。我倒想看看是谁敢夜闯我庄司的宅子。哟，庄老板，没必要搞这么大阵仗吧？这肯定不是什么老贼，分明就是水匪，不但打家劫舍，还想取人性命。来，打死无论。走，给我追！苏队长，前面是马厩，不好脱身，走这边。得了这种病，症状非常明显，往往一眼就能让人看出来。徐慎行是江州的名人，怎么会没有人发现或者提及呢？好像徐厅长也并不知情。这个病的病状是什么？心气不足，体弱消瘦，咳嗽，严重时还会咳血。咳血？死者应该根本就不是徐慎行，而是沈渊。只有长期使用毛笔的人，食指才会留有这样的剪影。所以凶手剥去死者的脸皮，留下那个娃娃，是要误导我们去查淮阳的祛幻师妹。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扰乱办案人员的视线，从而隐瞒死者的身份。是我太大意了，我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认定死者是徐慎行呢？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，怎么可能找到真相呢？绕过了弯路，也就预示着离真相越来越近。走，咱们先去一趟欢迎楼。还好我们跑得快，不然就被抓了。兄弟，这次全靠你啊！要不是你，咱俩根本出不来。不过兄弟啊，你是怎么知道月亮门之后就是马厩啊？我说我猜的，你信吗？当然信了。就像如果你要说你从来没有误导我们办案，我也一样会相信的。宋队长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你。这顾随挺有意思的，身手确实不错，来得及时，记忆力超群，还正义热心。我怎么觉得你看人家不顺眼？怎么，是觉得他身手比你好？我只是觉得一切过于恰好的人和事物都值得怀疑。哦，你现在也开始学会读心了。你既然敢埋伏在我们身边，说明你做了周全的计划。我要是贸然行动，未免会打草惊蛇。不如等你先露出破绽。我要是没猜错，
在游龙赌坊门口射死那个杀手的人，也是你吧？我想知道你的动机，为什么是徐慎行？赢了我就告诉你。事情我们已经查清楚了，死者并非徐慎行，而是一个叫沈源的代书先生。你为什么要杀害沈源，冒充徐慎行？还有，徐慎行在哪儿？歌女还阳又在哪儿？说！要杀要剐随便，其他的无可奉告。爱欲于人，犹如执炬，逆风而行，必有烧手之患。队长，谁烧手了？啥手烧的？队长，你也不知道？花阳姑娘她根本就不爱你，你又何必强人所难呢？别说了，看来你都知道了。在发现尸体不是徐慎行之后，我去了一趟幻音楼，蓉姐告诉我，你是在幻央做了歌女之后才去的幻音楼。在此之前，你是江州恒盛镖局的大镖师。一个人放弃了优渥的生活，转而屈就在幻音楼，除了爱情之外，我想不到其他的理由。我理解你，你放弃了一切为了守护幻央，最终他却义无反顾地投向了徐慎行的怀抱，你心生愤恨。我一心待他，他视而不见。徐慎行有什么好？他不过就是个花花公子，他怎么可能只爱他一个人？可他呢，执迷不悟啊！我本以为他被逐出幻影楼之后，就会慢慢忘记徐慎行。花阳，我给你带了点点心。不好意思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我把东西给你放地上。我出去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别走。你不是想我了吗？花阳，你这是在干嘛？你不是喜欢我吗？花阳，我喜欢你，我特别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，慎行。如果世上少了一个徐慎行的话，就会少了好几个被伤害的幻阳。所以我恨他，是他毁了幻阳。啊，不是他毁了我心中那份美好。所以就因为这样，你在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。你一直想找机会下手，但徐慎行再也没有出现在幻阳那。直到18日那天晚上，你发现庄思想要在幻音楼对徐慎行下手，你非常开心。本想做个旁观者就好，直到代书先生沈源的出现，搅乱了这一切。麻烦送到江江大街58号。可惜的是，徐府的管家老曹对那封信毫不在意。现在沈源已经死了，我没有办法知道他当初是怎么获悉
庄司要杀害徐盛行。秦神大，沈渊为什么不直接找徐公子，告诉他？庄司是徐盛行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又是生意上的伙伴，这就像有人跟你说宋队长要杀你，你信吗？我打死我也不信啊！我从花影楼姑娘口中得知，沈渊有一位青梅竹马的恋人，由于那女孩的父亲是个赌徒，输光了钱财之后，便把她卖入幻影楼，用来抵债，致使她凄惨而死。徐盛行虽为人风流，但他对幻影楼的姑娘们都很好。沈渊的恋人也曾受到过他很多恩惠，因此沈渊不希望徐盛行有事。但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沈渊知道自己得了传尸鬼柱的病症，不久便会离开人世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如果发生了命案，徐公子就知道有人要害他，那他就会提高警惕了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除了庄司想要他的命，还有你。既然他不想活了，那就去死吧。所以你就利用了他，布置好了现场，让我们认为他就是徐盛行。可是真正的徐盛行早已经被你调了包，然后你为了干扰我们的调查，层层误导，让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就是庄司干，甚至还杀害了那个倒霉的杀手。你分析的呀，都对。快说，徐盛行是死是活？他到底在哪儿？无可奉告。盛行到底在哪儿？我儿子在哪儿？啊！猜呀！你说不说？徐厅长，徐厅长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。不行，徐厅长，试试。徐厅长，冷静点。徐厅长，徐厅长，徐厅长，我们是警察。试试啊！把骨髓交给我，盛行，我保证给你带回来。宋队长，拜托了。宋队长，原本我以为你审讯的手段跟你的枪法一样厉害，没想到差强人意呀！啊，我累了，睡会儿。这骨髓软硬不吃，死活不开口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徐盛行到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，再这么拖下去，生还几率就很低了。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呀！顾随这个人很自信，他认为自己藏人的地方我们找不到，但我觉得，这对于我们而言，不是一件坏事。如果不掌握主动权，肯定撬不开他的嘴。我有一个办法。我现在说出来，可能你们无法很快的理解，但可以一试，毕竟咱们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你现在有什么稀奇古怪的想法，我都不意外。两位警官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你别高兴得太早，刚叫医生给你治疗完，少说两句废话吧。一会儿伤口又得崩开。你刚刚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懂了，但是好像连在一起，我完全听不明白。我不需要你听懂，我希望你相信我，然后按照我的部署去完成。我相信你啊，但是如果失败了，后果会怎么样？后果就是，我们可能再也找不到徐盛行和幻阳了。
我支持你。既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就只能赌赌运气。我们之前不是赢了很多次吗？我相信，命运这次依然会站在我们这边。好，大不了后半辈子警察不干了。放心吧，如果真失败了，我连后路都给你想好了，就去督军府。你不是跟邹靖是好兄弟吗？算了吧，我可不想让邹靖领导我。相信我，你不会失业的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单独和他聊两句。是。顾随，我知道你还醒着，我想和你谈谈换央的事。省省吧，现在开始我什么也不会再说了，就别费。这什么地方？你不是什么都不怕吗？你可是警察，你不能滥用私刑。我就是滥用私刑。你告诉我，人在哪儿？告诉我，人在哪儿？我不信你宋河敢开枪。宋河，你也太……现在你知道我敢不敢开枪了？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人在哪儿？不说是吧？留着你也没什么用。队长，徐慎行和焕阳，我们找到了。宋河，你们演技也太拙劣了吧！啊！如果人找到的话，带出来我看看呀！啊！给我带进来！你们怎么知道我把人藏在花影楼了？你们怎么知道我把人藏在了花影楼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啊！我刚才……谢谢你的坦白，告诉我们徐慎行和焕阳的下落。焕阳，对不起，连累了你，我下辈子。下辈子，快救救他！救救他！
我问了花阳姑娘了，那个密室是很久之前留下的，她只是偶然发现，只告诉了顾随。没想到顾随竟然把人藏在眼皮子底下。对于顾随来说，那个地方是他和幻阳的秘密领地，在那儿惩罚入侵者再适合不过了。哎呀，折腾一夜了，我要回去补觉了。哎，这案子也结了，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你在游龙赌坊为什么逢赌必赢了吧？很简单，就2句话。哪2句？这个世上没有逢赌必赢的事情。那第2句呢？相信自己所看到的。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，还要的没有？还要的没有？买定离手，开上，买定离手，大，好，眨2下是大，眨1下是小。我观察到这一点之后，只要跟着那个出老千的人下注就好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嗯。弗洛伊德曾经说过，如果一个人的五官是健全的，那么他就肯定保守不了自己的秘密。如果他的嘴唇未闭，那么他的指尖就会说话，甚至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会背叛他。当然了，那个摇骰子的庄家也不例外。哎，Thank you。哼，发音不对啊，我明天好好教你啊。要不要交学费啊？别贫了，还要问徐慎行的事儿呢。See you tomorrow。哼，你怎么来了也不带礼物啊？咱们是看伤员呢。你不是什么也没带吗？你们俩聊什么呢？哦，我们在聊啊，这最聪明、最机智、最厉害的还是我们小凡啊。哎，宋队长，请。老爷，哟，欢迎欢迎，徐厅长。哎，在家里就不用谢礼了。是。哎呀，慎行这次能够被解救出来，全靠你们。我现在不是一个警察厅长，只是一个父亲，所以这份恩德，请受徐某一拜。哎，徐厅长，您别这样。徐厅长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想单独和徐公子聊2句。好啊，你们聊，我呀去给你们准备点茶点。谢谢厅长。啊有什么想知道的，尽管问吧。徐公子，我想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天晚上，我跟庄司之妻喝了很多酒。哎，徐公子，听我说，我们喝酒。徐公子，你听我说，有人要杀你，现在我要和你换衣服，让他以为我是你。当我再醒来的时候，我和淮阳就一起被绑在了密室里。听说淮阳姑娘现在住在你家。被折磨了这么久，要不是淮阳一次又一次的鼓励我，我恐怕早就死了。所以我决定不会再辜负她。当初你没有去接她，并不是因为什么小阿奴，而是因为徐厅长的阻拦吧？对。但这件事之后，我爹也终于同意了。我不仅要娶淮阳为妻，而且以后我再也不会去风月场所厮混了。我怎么觉得还是不太对劲呢？我好像也是。先回警察厅。我梳理一下，
沈渊以为庄司要杀徐慎行，所以决定替他去死。他和徐慎行互换衣服以后，把他藏在床下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顾随。顾随以为床上躺的是徐慎行，所以下了杀手。顾随发现了徐慎行，那他为什么不干脆把徐慎行一起杀了呢？还非要这么大费周章的把他藏起来，还剥掉沈渊的脸皮来误导我们。那如果一开始他的计划就是掠走徐慎行，将其折磨致死，那沈渊就不会一刀毙命。那如果不是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心里突然发生了变化，从而改变了主意呢？秦火乐，你能不能别折腾那玩意儿？说说你的想法。我的想法就是去问顾随啊。他要是能开口说话，我为什么还要？队长，秦人呢？秦人来电话了，顾随要见你们。宋队长，不好意思，是我们的疏忽，忘了拆掉他伤口上的布条，他利用这个自杀了。您多担待。这种事谁都不想发生，请回吧。好，那你们慢走。顾随不可能是自杀。对，他要见我，很明显就是有话要跟我们说。怎么会突然在我们来之前自缢呢？这个案子看起来是了结了，但我怎么觉得疑点越来越多呢？这顾随一死，就再也没有人知道真相了。不，还有一个人应该会知道。花阳姑娘，花阳姑娘，秦神探，这么巧，来满步啊！我与慎行成婚的日子定得急，好多东西都要准备。可否耽误你一点时间？有几句要紧的话想请教你一下。二位慢用。谢谢。秦神探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花阳姑娘，我想知道你如此处心积虑地接触徐慎行，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也不能理解我跟慎行之间的感情？是，我是歌女，可我一直……顾随死了。怎么会？你果然并不意外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人在接受刺激消息的第一瞬间，会停止一切活动，抬头，睁大眼睛，眉毛抬高，和微张开嘴巴，而这个瞬间非常的短暂。你刚才刻意做出了惊讶的表情，演得挺像，但是持续的时间太长了。秦神探，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我还有事，先失陪了。我一直在想，整件事情如此别扭的原因，顾随在这个案件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，非常模糊。我照着这个方向一直推测，你猜我想到了什么？
至今为止，整个事件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你。你离开幻影楼的时候，每时每刻都想回到徐慎行的身边，所以才会在家中布满符咒。顾随见你如此疯魔，终于按捺不住。我也喜欢你，慎行。你看清楚我是谁！徐慎行，一口一个徐慎行。既然你忘不掉他，我就亲手杀了他。我让你恨我一辈子，我让你记得我一辈子。你本想跟到幻影楼去阻止顾随，却又在半路中遇到了沈园。或许是沈园告诉你，庄司也要暗杀徐慎行，这才使你忽然改变了主意。你决定好好利用顾随的这次行动，去解救徐慎行，和完成你最后的计划。你知道沈园是个心软的人，便恳求他，请他务必帮助徐慎行。沈园得了传世鬼柱病，自知不久就会离开人世，所以便答应了你。沈园除了替徐慎行去死之外，还有个更重要的任务，我想，那就是当晚顾随心理状态忽然改变的原因吧。这世上的每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想要得到相应的索取。怎么会有人心甘情愿地为别人付出自己的生命呢？沈园写的那封信根本就不是为了提醒徐慎行，而是为了勒索钱财。他同意我的提议，是因为我答应他，给他一笔买命钱，寄给他家乡的老娘。你让沈园做了什么？顾随，有我在，你杀不了慎行。我能拦你第一次，就能拦你第二次。如果你再想伤害他，我就陪他去地府做一对鬼夫妻。你了解顾随，利用他对你近乎偏执的爱，激发了他不正常的心态。那一刻，他觉得屈辱、愤怒。他决定不让徐慎行那么轻易的死去，而是要在你面前，让你看着他的生命一点一滴的流失，却无能为力。同时，他剥去了沈园的脸皮，误导所有人徐慎行已死。这么做，为的就是让我们不继续调查徐慎行的下落。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他是在宣泄愤怒，他不能输掉这次暗杀，所以他迫不及待地坐实徐慎行的死讯。不得不说，这一招是不险棋。花阳姑娘，人心是最难算的，你敢这么做，若不是因为对顾随的了解，那就是你的背后还有其他人。钱神探，不愧是大名鼎鼎的读心神探。没错，我就是利用了顾随，让他给我和徐慎行制造了一场患难见真情的机会。因为只有这样，徐慎行才能重新接纳我，甚至娶我。现在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我很快就要成为徐府的女主人了，而你将永远无法证明你的推测。你要跟我说一声恭喜，而我只能跟你说一声抱歉了。你还没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，接近徐慎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因为爱了。爱？真正爱一个人，怎么会忍心用他的性命去做赌注？顾随对你的爱是过于偏激，
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信不信在你，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。秦火乐，终归还是要谢谢你。说起来，你们才是这个故事中最不可缺少的一环。欢迎，欢迎，蒙着黑金的，快去！小姐。宋河，宋河，醒醒，宋河，醒醒！你没事吧？慢点。唯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。最近我总觉得，有股暗流正在盘踞整个江城。我也这么认为。我怀疑，幻阳跟他们根本就是一路的。他们如此处心积虑地接近徐慎行，就是冲着徐厅长，也就是江州警察厅。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看来得加倍小心了。啊！满堂春一票难求，今晚8点好戏连连。小凡，看戏啊？对啊，这春寿班难得来一次，票早就被抢光了。我也是沾了我们家姨娘的光才弄到的票。我知道徐慎行的案子已经结了，但是你们这2天还在查那个背后的组织，没什么头绪，不如看个戏放松一下，劳逸结合嘛。这《游园惊梦》说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故事吗？好像挺有意思的。你说呢，宋队长？看，太好了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一会儿下班以后，警察厅门口汇合，不见不散。这女人出个门就是麻烦，永远会让你等上大半天。好娟儿，哎呦，您是越来越漂亮了。那还不是因为司令疼我？这世上只有您还记得我的生辰。当初如果不是您嫁给我的话，今晚满堂春台上的角儿那就是您了。有没有后悔啊？说什么呢？能嫁给司令，那是我的福分。你那小心思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！当年的戏装，你到现在都还没舍得扔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改天我让兄弟们跟戏班子说一声啊，让春寿班再多留几日陪您呐，好好的唱几出。真的啊？真的。请。走着。
哎呦，闺女，戏都快开锣了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司令好，李司令。哎，你们3个成天的混在一起，不烦呐？那你成天跟三姨娘待在一起，你烦不烦啊？你看这丫头，连她爹都不饶，都是你教的，还不是随你啊？那也挺好。宋队长，请审谈，让你们2位见笑了。总听小凡提起你们，今日一见啊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三姨娘，生日快乐！给我的？对啊，这是万宝阁的胸针，据说是上海最新的款式。咱俩好像又忘带什么了。没事，雷司令不是也没准备吗？啊？是啊，还是我们小凡体贴，知道给三姨娘准备礼物。快开锣了，里边请。这戏肯定比你演的好。这也太漂亮了吧！这是我第一次来戏院，真的太开心了。这说可好看了。不过我之前啊，在大不列颠留学的时候，可是登台演过小妇人，我一人分饰4角，真的，就连著名剧作家莫姆先生都对我夸赞不已。4绝，我看是4绝朝天吧。你怎么不信呢？嘘，开始了。这个戏怎么能这么演啊？柳梦梅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场。啊，姐姐，你既言痛世事，这个让都灵娘怎么接啊？什么意思？上次刘哎，兄弟，知道你们俩要幽会，可是这也太猴急了点吧？啊，是啊，哎，太早了。
司令，是属下失职，我会尽快让侦缉队查清。团长，是。哟，全体都有，即刻起封锁西园，没我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是。队长，这不太对劲啊！我已经交了20多票了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醒了吗？没有。我刚去后台，在梳妆台上发现半碗梨汤，有曼陀罗的味道。曼陀罗花种类繁多，无一例外皆有毒性。它在生长期间，通常会散发出香甜的气味。用它的种子或者叶子泡出来的茶叶，味道一样很诱人。如果把曼陀罗混入梨汤里，不但不会破坏汤的味道，反而会增色不少，想让人一直喝下去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在行凶之前已经中毒了？曼陀罗的毒性比较特别，轻则头晕目眩、口渴灼烧，重则视觉模糊、思绪奔驰，乃至瞻望错乱、昏迷不醒。怪不得一直醒不过来。这什么？催吐的妙药，臭灵丹。把嘴打开。是。宋队长，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赵玄雪跟我无冤无仇，杀人真不是我本意呀。再说我要杀他，干嘛选在众目睽睽之下呀？你再好好想想，那把凶器是谁递给你的？我是真想不起来了，宋队长，真的，你就别难为我了，行不行啊？行，我问你一个想得起来的问题：来江州演出，谁的提议？是陈寿亭，陈班主啊。江州的前一站在哪儿？宁城。宁城演出结束了以后，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？我想起来了，那天在宁城客栈。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是你的命，你得认。可我不想再唱下去了。大风第一天上台，我就不喜欢。你又何苦非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呢？当年为了买下你，我可是花了大价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是不唱了，那追手班吃什么喝什么呀？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只要你不再让我上台，往后我做牛做马也会偿还你的。哼，就是把你卖到窑子里，你也还不起。那就走着瞧吧。等到了江州，看我怎么亲手毁了你的春手班！你，赵玄雪为什么不想上台啊？这个您还是直接问陈班主。问的是你，回答我。陈班主是想奇货可居，万一哪个达官贵人看上了赵玄雪，他这辈子就坐享荣华富贵。带下去。是。
这是干什么的？来，帮帮忙。怎么帮啊？像我一样躺下。闭眼。现在，我要让你帮我回忆一下，案发前赵玄雪的表情细节，越具体越好。案发时你不是也在现场吗？为什么要我帮你回忆啊？佛光一碗水，48000重，同样是一双眼睛，世人就未必看得到吧？我懂了。闭上眼睛，回到案发的那个时候，在你的眼睛里，看到舞台上都发生了什么？赵玄雪是有些不对劲。说说看。程之渊前2次扑向赵玄雪的时候，他都是轻而易举的躲开了，但是第3次的时候，他好像根本就不想躲开。对。也就是说，赵玄雪干预了自身生理状态的调节，能够发生这样的事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事先知道了事情发生的结果。这不可能！如果早知道程之渊要行凶的话，正常的逻辑应该是能跑多远就跑多远，他怎么会任由匕首刺入自己胸口呢？是啊，这就是本案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点。怎么样，从程之渊口中问出点什么吗？宣称自己没有杀人，是别人陷害他。你们呢？有些新发现。但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。你呢？接下来准备审谁？班主，陈寿廷。进来。在下春寿班班主陈寿廷，各位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陈班主，坐。啊，好。陈班主。您是哪里人？四海为家。籍贯呢？江州。哦，原来咱们是同乡啊。那您离开这儿多久了？10几年了。陈班主，当初您为什么要离开江州？啊，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，想出去瞧瞧。陈班主，你要知道，有些事情就算你不说，也会有人替你说。事情既然发生在你春寿班，那你就有义务配合我们调查真相。我这么说，你应该听懂了吧？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把玄雪逼得太紧。站住！关押犯人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请通融一下，这是带给我师哥的。不让送，就是几块年糕而已，没什么的。那也不行，快走。你看，没有毒的。没毒是没毒，万一你师哥他吃这个不小心噎死了怎么办？畏罪自杀的责任我们可担待不起啊！保不准我这身警服都得脱。拿走。我身上没有更多了。收起来！这光天化日，现在是晚上，我也不能接受你的贿赂。赶紧拿着你东西走啊！师哥，不是你别哭啊，我可没对你做什么。哎呀，你师哥他是嫌疑犯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你要是真想救你师哥的话，你就去找那个宋队长，只要他同意了，我就让你见，好吧？谢谢。快走吧。我承认，这些年我是对玄雪苛刻了一些。可我这么做，不都是为她好吗？啊，谁不想飞上枝头变凤凰呢？就说雷海，雷司令的三姨太吧，那当年不就是因为戏唱的好，
这才入了雷司令的法眼嘛。你的意思是，最好赵玄雪也被哪个司令看上了？当然了。那你这不就是把赵玄雪当货物吗？我终于理解他为什么不敢上台。换作是我也不肯。陈班主，那以您的了解，赵玄雪跟程之渊的关系如何？之渊绝不会对玄雪下手的。为何这么肯定？换作是你，你忍心往自己心爱的人身上捅刀子吗？你的意思是，陈之渊和赵玄雪，他俩是一对儿。干什么呢？我叫杜小荷，是春寿班的，我找宋队长。找宋队长？求您行行好，我不会耽搁太久的，就一会儿，求求您了。你等会儿。都知道之渊和玄雪台上一对儿，台下生情。当然，为了玄雪的前程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程之渊的那碗梨汤是谁准备的？梨汤？对，就是他上台之前喝的那碗。吴喜，我这儿打杂的伙计。进来。队长，春寿班有个叫杜小荷的找你。你们先审着，我去一会。宋队长。什么事儿？宋队长，毛警官说，只有你同意了，我才能把这个交给师哥。我跟他说了，这是没有毒的。您不信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尝给您看。不用了，给我吧。那，宋队长，我可不可以见师哥一面？东西我可以带给他，见面不行。赵玄雪的死因未查明之前，不止程之渊，春寿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有嫌疑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就有劳宋队长了。等等，宋队长还有什么吩咐吗？你平时应该跟程之渊、赵玄雪接触时间比较多，你知道他们是恋人关系吗？
你平时应该跟程之渊、赵玄雪接触时间比较多，你知道他们是恋人关系吗？师哥对玄雪姐姐有情不假，但其实玄雪姐姐是不喜欢师哥的。这是赵玄雪亲口跟你说的？这些年陈班主对玄雪姐姐一直都很严厉，虽然说不上是经常打骂吧，但隔三差五总会敲打一番。玄雪姐姐啊，谢谢小何姐姐，你又何必跟他对着干呢？到头来吃亏的还不是自己吗？我受够了每天这样，我只想活得像个人，而不是一个等着被卖的东西。嘴上说着是要把姐姐捧成个角儿，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，他是把姐姐当成了摇钱树，就盼望着哪天能卖个好价钱。姐姐虽然心里不愿意，可有什么办法呢？有卖身契在。如果你实在受不了了，那就走吧。如果是舍不得师哥，那就让师哥带着你一起走。程之渊，我为什么要和他一起走啊？你们不是……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他心里怎么想我管不着，可我心里没有他。戏班里的人都以为他们俩是一对儿，连师哥也觉得玄雪姐姐对他是有情的，除了我，师父也不知道实情，所以师父怕师哥会影响玄雪姐姐，就决定把我许配给师哥。你们知道吗？我把全部身家都搭在了赵雪雪身上，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啊！我不允许任何人搅乱我的计划。那个杜小荷，反正他也成不了什么角儿，不如早点替他找个好归宿。陈班主，难道在您的眼里，戏班的所有人都是您的工具吗？当然了，相互利用而已嘛。师父，您就成全我们吧。芷渊，师父看着你长大，也不是不心疼你。这样吧，我把杜小荷许给你。师父，我喜欢的是玄雪。你听我把话说完啊！我说过，我要把玄雪绑成角儿，她将来的归宿，绝不是咱这小小的春寿班，你懂吗？你跟小荷成了亲，无论是你还是玄雪，你就彻底断了这个念想，是吧？哎，师父做的这一切啊，都是为咱戏班子着想的。啊，你要是听师父的，将来我死了，春寿班我就交给你。那。这么看来，程之渊的确没有杀死赵玄雪的理由。他最希望死的人，应该是陈班主您啊。对，你这话说的很直接啊，但并没有错。那我再直接一点，陈班主，您觉得是谁杀了赵玄雪？谁才是真正的凶手？这话我可不敢说，不敢乱说的。你们警察不是讲证据吗？我孤零零一个人在这世上，如果没有师父，没有春寿班的兄弟姐妹，我早就活不下去了。虽然我对师哥是没有私情的，可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。玄雪姐姐死了，我真的很伤心，但我不相信师哥会做这种事情。宋队长，你是好人，你一定要帮师哥证明清白啊！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，查清楚事情的真相。
还死者一个公道，也不会错冤任何一个好人。谢谢你提供的线索，回去休息吧。我喜，程之渊上台喝的那碗梨汤是谁要的？那是事先跟外头的馆子订的。哪家馆子？汇丰堂饭庄。那梨汤是你去取的，还是馆子伙计送来的？送来的，我在后台门外接下的。那你再仔细想一想，你当时把梨汤送到后台的时候，赵玄雪在干什么？在上妆啊。其他人呢？其他人，梨汤来喽！陈先生，按照您的吩咐，用的是上等的苍溪雪梨，包您喝完，嗓子又脆又亮。辛苦。没事，您先忙着。班长，还有事儿吗？汇丰堂的伙计托我问问您，今晚唱完戏要不要备上一桌？玄雪，你说呢？我看就不必了吧。雷司令今天不是要来听戏吗？啊，对，也是啊。哎呀，这咱们戏唱得好，说不定这一高兴就有赏了呢，是吧？你说呢？听见了吗？啊！别愣着了。得嘞，我去回来人家。陈班主这个人，什么事儿都得问一问赵玄雪，只要赵玄雪说个不，那这事儿准准的，吹灯拔蜡，就好像赵玄雪是班主似的。所以赵玄雪被杀，你是不是心里特高兴？我这，这都没有的事儿，没有的事儿啊！别装了，他一句话就把你财路给堵住了，你还不承认啊？我就一打杂的伙计，陈班主他只管吃住，不给工钱，我这不也是没辙吗？只能帮着外头的馆子说说软话，赚些散碎银两。可话说回来，我犯不着因为这个就下药吧？再说了，我哪知道什么神药能让人喝了就杀人啊？我要有这本事，我还在这儿，我直接投奔雷司令。我呸！雷司令才不会稀罕你这破招数呢。我再问你，程之渊上台喝的那碗梨汤，有没有别人碰过？当时后台就我们几个人啊。这心要沉，身要稳啊！别着急。嘿，回来！你，我去把他扯回来吧。来不及了。哎呀！你觉得给人上妆的西叔人怎么样？西叔，这你有什么话你就说。西叔这个人吧，他来春寿班的时间还挺早，只比杜小河晚几个月。听说比赵玄雪还早。可能因为长得吓人，平日里也不怎么爱说话。不过他跟杜小河的关系好像不一般，两个人背地里总是捅捅咕咕的。至于他们到底干了一些啥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这曼陀罗是怎么混入到这梨汤里的？吴喜杀害赵玄雪的动机不够，那就只剩最后一种情况了。什么情况？曼陀罗是程之渊自己混入梨汤里的。我之前就说过，曼陀罗这种花毒能让人思绪错乱、发疯癫狂，但即便如此，中毒的人也未必一定会杀人。但要是在外力的作用下，那情况就大大不同了。没听明白，你能具体说一说吗？小凡的意思是，从中毒到杀人，
这中间还有个过程，那就是外力的引导。比方说，你中毒了，我引导你去杀人，你才会去。而程之渊从中毒到杀人，这期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外力的引导，所以答案只有一个：所谓的外力就是他自己，他的本意就是要杀死赵玄雪。明白了吗？行了，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晚安 ，Good night。晚安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回家睡觉啊。案子都没破，你回什么家？旁边有个休息室，凑合一宿得了。我得回去洗澡换衣服。瞎讲究！你在这儿就要守这儿的规矩。什么规矩啊？我那是爱干净，谁像你啊？一身衣服穿好几天，隔着50米都能闻见那味儿。什么味儿啊？那有味儿也是男人味儿。哎，好，男人味儿。你俩别吵了，你俩再吵天就亮了。这样吧，我明天过来的时候去你们家找福叔要一套换洗的衣服。你呢？我不用，我没那么讲究。行，那我走了，明儿见啊。还等会儿，为什么小凡可以回家？人家是验尸官，又不是警探。再说了，你真让小凡跟咱们挤一个屋？一个屋子，床位都不够吧？想多了，哪有什么床位啊？就来把椅子，走。椅子？我都看过的，没问题的。西书是吧？哎，这箱子上的雕花很别致，西书手艺不错。你怎么知道是西叔自己做的？一双苍老粗粝的手，指腹有很多划痕，掌心还有厚厚的茧子，这应该是西书的作品吧？这牡丹真好看，比万宝阁的都别致。不敢，自己做着玩的。西叔，昨晚上台之前，赵玄雪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？真的没有？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？雪雪姑娘，这戏马上就要开锣了，有什么事情啊？等唱完了戏，西叔听你说，好吗？没事儿。我真是太不中用了。我要是提早禀告班主一声，也许玄雪姑娘还有救。你的意思是，程之渊杀死赵玄雪的那把匕首，是赵玄雪自己带上台的？是，我在台上亲眼看见的。看来你的推测没有错，赵玄雪真是事先知情，而且还提供了杀死自己的凶器。可是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选择在戏台上，还要借助程之渊的手，在众目睽睽之下了结自己的性命呢？难道真的是因为不想再受陈寿廷的控制，所以才选择了自杀？那为什么在戏台子上呢？他知道一个人对付不了陈寿廷，所以只能让整个戏班子垮了，他才可以摆脱这个噩梦。他知道雷司令最宠爱的就是三义太，所以在三义太生辰当天毁了这场演出，就是让传授班最快毁灭的方法。这是他对陈寿廷和戏班生活的报复。
怎么看啊？宋河说的这个可能，看上去的确很合理，但是最关键的点无法解释。以赵玄雪对杜小河说的那番话来看，他应该没有寻死的意图。也许，我说的是也许，赵玄雪本身的计划并不是这样的，只是在执行的过程中被篡改了，并且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班主。自缢生死者，若雷吼，则口开，舌尖出齿门2-3分，面带赤紫色，双手虽握拳，但大拇指、双脚尖朝下，双腿有血印，如火之般狠，是自缢身亡。进来说吧。请坐。来，先喝杯水缓缓吧。对了，昨天晚上聊了这么久，还不知道姑娘是哪里人呢？我是剑川人，10几年前就成了孤儿，就拜在了师傅门下学习，比玄雪姐姐还要早2年。芥川人。那今天早上陈班主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？一切都很正常。师傅这些年带着春寿班大江南北的走，积劳成疾，需要定期服用补气丸。师傅，药已经备好了，那我去打水了。每次等他服药的时候，我都会去打一盆水，待他服药之后，洗把脸，再稍作歇息。等我打完水回来，却看到师傅他……你也别太难过了。我想问你一下，平时服药的时候都是你给他准备的吗？是。你去打水，到回来大概需要多少时间？差不多1刻钟。1刻钟？这么久？因为我不放心师哥，正好路过那儿，就去看了他一眼。当时跟您一起的那2位警官也在，我还跟他们说了2句话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别太难过了。怎么样了？没有任何问题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怎么有疑点？我总觉得不太对劲。赵玄雪的死，虽然对陈寿廷的打击很大，但是以陈寿廷的心理和性格来看，他不像是那种会自杀的人。说不过去啊，至少没有办法让我信服。但陈寿廷确实是自缢身亡，而且那个时间点没有人进出他的房间。可是，一个即将自杀的人，哪还有心思吃什么补气药丸啊？有没有可能，陈寿廷和程之源一样，也是被人下了曼陀罗花毒控制，只不过前者杀了别人，后者是杀了自己？那就要勘验陈寿廷的尸体有没有古怪了。这肯定难不到你啊。没有异常，这回你放心了吧？那除了这种验毒方法，还有没有更准确一点，或者说是更专业一点的办法？我在做验尸官之前，我读过的医书没有1000卷，也有800册。
别人或许没有办法，但我范小凡当然有了。只不过这个办法有点麻烦，需要你配合我一下。没问题，需要什么帮助你尽管吩咐。首先准备1碗糯米，淘洗干净之后用棉布包好，放入锅中蒸煮。然后找来新棉絮3、5条，陈醋2升，用猛火把陈醋煮沸，再将棉絮放入锅中煮半个时辰最好。再取一些糙米，均匀地撒在死者胸口上，再均匀些。把刚才煮好的糯米搓成长条状，放到死者的口唇内、牙齿外，再用那些纸把死者的口、耳、鼻堵住。还有什么？把刚才煮好的棉絮拿过来，铺盖在他胸口的糙米上。还有呢？没了，等结果。1刻钟左右的时间，你就会知道到底有没有问题。我出去透透气，也不知道谁家的醋能熏死那我呢？你在这守着，有动静叫我。宋队长，希望我说的这些会对你们有帮助。小何，谢谢。是我谢谢你们，这么努力去追查凶手。我想，师父和玄雪姐姐在天之灵都会安息的。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都看你半天了，也没好意思打扰你。你和他聊啥了？就聊了一些戏班子走南闯北的事儿。这姑娘确实挺不容易的，自从离开了剑川老家，就再也没回去过了。火乐呢？哟，这么一会儿不见你好搭档，你就牵肠挂肚了？我是怕不好好看着他，他又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。我给他安排了个特殊任务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小凡怎么还不回来？这大白天的，不会是诈尸吧？诈尸啊！诈尸了！小凡，小凡，你快去看看里面什么情况！哎，放开我！诈尸了！你们俩快进来！哎，宋河，你要是害怕呢，就别进去啊！谁害怕了？这怎么了？怎么这么臭啊？恭喜你，再次证明你的坚持是对的。吃肉蝶果然是中毒了。凶手实在是太狡猾了，他这次没有把曼陀罗的花毒掺在水里，我想问题应该是出现在那2类补气丸上。他把花毒藏在了补气丸里，这样陈寿廷服用以后，我用银针验后也查不出任何结果。哎，二位，要不咱先出去说。我提议，先把程志远给放了吧。可是，杀人的毕竟是他，他还是本案最重的嫌疑人。我猜火乐的意思是，如果把这个案子比作一个上了锁的房间，那程志渊就是打开这个房间的钥匙。凶手，我大概已经猜到是谁了。只不过你跟我一样，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他的动机，对吧？啊？有什么信息是我没同步的吗？释放程志渊这么好的消息，不如就由你来告诉小何姑娘吧。对啊，小何姑娘好像对你挺感兴趣的，要不你考虑一下呢？小凡，闭嘴！用洋文怎么说 ？You're handsome. You're handsome. You're welcome.
说起来，这还是我第一次扮演杜丽娘呢。连着出了这么多事，你急得嗓子都哑了。来，喝点水吧。小毛，小陈。嘿，队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放心吧，人在里面关得好好的啊，有我呢。去，把陈志远放了。队长，这我有分寸。听队长的。那我去放人了。这些年，班主一直让你演春香，你心里有没有觉得委屈啊？怎么会呢？玄雪姐姐天资聪明，为人善良温婉，当然是杜丽娘的不二人选了。其实啊，西叔一直都很喜欢你呀。我当然知道，您待我不薄。往后，叔会好好疼你的。西叔，我一直把您当长辈看的。西叔，没事吧？哦，没事儿，杯子掉地上了。师妹，师妹，宋队长，你这是何意呀？小何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师妹，哎呀，你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有什么话留着审讯室说去。哎。宋队长，怎么样了？还没醒呢，应该是药效还没过去，也可能是受到惊吓了。请坐吧。宋队长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哦，他这个妆啊，好像跟戏台上的不太一样。哦，对，这不是春香的妆，而是杜丽娘的。程先生，突然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你也觉得小何姑娘不适合演杜丽娘吗？才不是呢，是陈班主觉得不合适啊。西楚，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没什么可说的，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在做下这一切之前，我就已经想过有这么一天了，脑袋掉了，碗大个疤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交代一下你实施犯罪的具体细节。程之渊梨汤里的药是不是你下的？是他自己。
师哥，别动，你刚服过药。西叔竟然……叔会好好疼你的。西叔，我一直把您当长辈看的。我知道，你很想演杜丽娘，你也不甘心一辈子只演一个春香，是吧？师哥会给我机会的。别傻了，他可是个杀人犯，你不会是还想嫁给他吧？师哥他是被人陷害的。想知道你冤师哥是被谁陷害的吗？到底是谁？根本就没有人陷害他，那一切都是他的本意。师哥不会这么狠心的，不会。再说了，你杀了玄雪姐姐，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？只有赵玄雪死了，陈班主的死才会顺理成章啊！你想啊，陈班主倾其所有要把赵玄雪打造成一个角儿，结果呢？竹篮打水，砰，一场空啊！他经不住打击，自杀，是不是很正常了？你想代替师傅？你要当春寿班的班主？哎，师傅好心收留你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唉，小何呀，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为师傅打抱不平？你还是多担心担心你自己吧。小何姑娘，是我带程志远来见你的。至于赵玄雪的死，小何，是我做的，是真的。小何，师哥对不起你。师哥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那杜小荷呢？杜小荷，他是我整个计划中最至关重要的一关。万一你们发现陈班主的死不是自杀，那么他就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因为他正是我选定的那个凶手。我连理由都替他想好了。他嫉妒赵玄雪，他比赵玄雪早入门，却只能一直演春香。他渴望饰演杜丽娘，可是陈班主是他最大的绊脚石。即便赵玄雪死了，他仍旧不给他机会。不用说了，这个案子可以结了。玄雪姐姐，我是你的好妹妹小荷啊，你在吗？没有了你，这游园惊梦，往后我还怎么唱下去？没有了杜丽娘，你让春香何去何从？姐姐，你听得到吗？他听得到。你，杜小荷，戏演到这个份上，我真得说上一句，你已经是个角儿了。宋队长，秦探长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这阴阳怪气的，唱哪儿出啊？你不是都已经看到了吗？小荷姑娘已经扮上了杜丽娘的妆容了，
我赶过来为她穿上戏服，否则这杜丽娘不是少了些什么？小何姑娘，赵玄雪的衣服现在就披在你身上，穿上它，你就是杜丽娘了。你们说，这身衣服我穿上，是不是比玄雪姐姐穿上更合适？说实话，你穿上这身衣服，我觉得是比赵玄雪更加有味道。你说的可是真话。我虽然不懂戏，但就你刚才那几个动作，就算是赵玄雪看到了，也不得不佩服。程先生，杜丽娘都已经上场了，柳梦梅还在等什么呢？别误会，小何平日就是个戏痴，为了一个根本不在乎你的人去送死，值得吗？你难道不觉得他在利用你吗？西叔，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知道了，你不是凶手。你为了一个根本不在乎你的人去送命，值得吗？你不觉得他是在利用你吗？不，我就是凶手，我是凶手。你们不是已经结案了吗？啊，赶紧让我定罪！我真的是凶手，我是啊，我是凶手。我不知道你的家人要是知道你做了这些事以后会怎么想，但如果我是你女儿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，绝不会。你这是干什么啊？你快把我铐起来呀！我真的是凶手，我是凶手啊！既然整件事情起于这个戏台，那么将它结束于此，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别急，该抓的人我们一定会抓。现在，我需要从头梳理一遍案情。刚开始，我很不理解，一个人怎么会残忍到让深爱自己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杀害自己？不管出于什么缘由，都太过于冷血了。于是我进行了不同的推演，得到了唯一的答案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师哥，我负你的，我有下辈子再还了。唱了这么多年有缘经吗？到头来悟出一个缘字，既无缘，又怎可强求？你放心吧，师妹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往后，我们台上就是最好的搭档，台下是最好的师兄妹。我还有一事，要请师哥帮忙。何事？你知道，我一直想离开纯手班，过2天去江州演出。
在戏台上，我恳请师哥当众刺我，就用这把刀。你疯了！我没有，就算有，那也是给师傅逼的。小声点，听我说，师妹，我不会再让陈寿卿操纵我的人生了。现在，江州是雷司令掌权，雷害最宠的三姨太，当年也是台上的角儿。所以我们这次去江州演出，雷害一定会陪他前来观看。而戏台上一旦出了问题，雷害一定会派人调查。你想让师傅身败名裂吗？这样不好吗？到时候，我们就把一切都推到他身上，雷司令怪罪下来，他陈寿亭一定无法逃脱。这样我既能逃脱他的魔爪，又能助你掌权春寿班。师父不是已经立下文书了吗？他若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春寿班便由你来接管。这样你我小何，我们便都自由了，都能得偿所愿了。师哥，求你帮我。梨汤来喽！程先生，按照您的吩咐啊，用的可是上等的苍溪雪梨。辛苦啊。没事，您先忙着。当花毒掺入到梨汤的那一刻，你、西叔、杜小荷都已经心知肚明，赵玄雪必死无疑。跟他俩有什么关系？是因为我得不到，所以就毁了他。我无怨无悔，无话可说。你无话可说，我有。程志渊，你说你爱赵玄雪，对她求之不得，所以因爱生恨毁了她，对吗？嗯。好。那你敢看着小荷姑娘的眼睛，再对她说一遍吗？当然。小荷，我……其实你真正爱的人，并不是赵玄雪，而是杜小荷。刚刚小凡就那么试探你一下，你就如此紧张。在你深爱的人面前，你根本说不出那句话。她只是我师妹。杜小荷，当不当角儿有那么重要吗？重要到你利用程之渊对你的爱，却杀害了你的姐妹，那可是条人命啊！而且，她可是因为你才坚持留在了春寿班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说，杀害赵玄雪的人。是你，不是我！不要冤枉小荷。程之渊，扪心自问，你真的觉得杜小荷这么做是对的吗？爱一个人，不是放纵他的所作所为，更不是不论是非对错，心甘情愿的成为他的奴隶。你们的情是情，别人的命就不是命吗？杜小荷，你明明是幸福的，有那么多人爱着你，关心你。可你还是不满足，还要可耻的利用他们。程之渊对你的爱是藏不住的，那你认为西叔对你的爱就藏得住吗？吴喜，你来告诉大家，杜小荷和西叔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们是父女。
吴喜，你来告诉大家，杜小荷和西叔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们是父女。你胡说！我一个人来到戏班，我哪来的女儿啊？我没胡说。今天小荷到你房间，你们俩说的话我全都听着。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只要你开口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只差一步了，就只差一步了。我知道，那一直是你的梦。从进了春寿班以来，你就从来没有放弃过，我都看在眼里的。可是如果这么做的话，我不想失去你。傻丫头，只要你开心，爹做什么都愿意。爹，再叫一声爹好不好？爹，哎，你箱子上的那朵牡丹花是通透雕，是剑川木雕里一种很特殊的雕刻法。小何和宋队长提过，他是剑川人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。你们不要诬陷小何姑娘。无喜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是我，都是我，是我干的。你们不要诬陷她，不要诬陷她！别哭了。我只是想演一回杜丽娘而已，就一回，我有错吗？你想演杜丽娘没有错，错的只是你用的方法。凭什么赵玄雪拼了命想要摆脱的东西，是我拼了命都得不到的？明明我比她早来戏班，而我却只能演春香。明明我比她更努力，明明我唱得比她好，明明我更适合这个角色，而我却只能永远演那个丫鬟。人们就只会看到赵玄雪，只会夸她捧她。我恨她，我恨师傅，我甚至恨台下所有的观众。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只要让我扮上一回，我就能让师傅知道，我才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角儿。程之渊帮你杀死了赵玄雪，你已经有机会了，为什么还要除掉陈寿亭？机会。师傅，又怎么了？有件事情，小何一直想问您。别说了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这辈子只能是春香的命。想演杜丽娘，下辈子吧。可是我……不服气啊？师傅，先把药吃了吧，等会儿水凉了，对您肠胃不好。师傅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到底有完没完呐你？啊？怎么了，师傅？我有点头晕。
那就对了。怎么？你不是说我想演杜丽娘，要等到下辈子吗？既然这辈子你不能成全我，那只能我自己成全自己了。什么？所以师傅，你的这辈子就到此为止吧。你给我下了毒。可惜啊，师傅，你是看不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等下辈子我再演一回杜丽娘，到时候再后悔吧。我扎死你！哦，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，师哥喜欢赵玄雪也是假的，这一切都是我的计划。你连师哥喜欢谁都不清楚，可见你真的是有眼无珠啊！师傅啊，师傅，你把一生都搭在了赵玄雪身上，没想到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往后你也没有机会再翻盘了。听我一句劝，自我了断了吧，不然你会更痛苦。你们说，像他这种有眼无珠的人，该不该杀？你杀死赵玄雪，是因为他存在，你没有机会；你杀死陈寿廷，是因为他不给你机会。西蜀呢？他是你爹，你忍心让他给你当替罪羊吗？他是我爹，所以他愿意为我去顶罪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不要再责怪他了，都是我心甘情愿，都是我心甘情愿。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，你还有人的情感吗？情感有什么用呢？你说我爹他爱我，但是他从小就让我吃不饱穿不暖，为了生活，我从小就到了戏班，为了练功，我挨了多少顿毒打。陈寿廷是我师父，可他从来都没有正眼瞧过我，就好像我的存在是为了衬托他心爱的赵玄雪。你们说，我还有什么办法？是我愿意这样吗？我只能靠我自己去争取到我想要的东西。小何，师哥，还有你，我懂你。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师哥无怨无悔。师哥，你看我今天好看吗？好看。那，你愿意陪我唱一出《幽渊惊梦》吗？师哥等这一刻，等了太久。刘梦梅，不可以再失去杜丽娘。我知道，你们为人心地善良，小何这一生都在等这一天。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跟师哥唱完这出《幽渊惊梦》，可以吗？今已经夜破世事，何不作诗一诗哦？以上此留之乎？那是肃穆平诗。
想要那个拨浪鼓。小何乖，回头爹给你买啊。你早是这样说，可你一次都没有做到。为什么人家有的东西我就不可以有？是臭要饭，敢破坏东西，给我拿，给我拿！臭要饭，给我拿！你还不来？你还亏我！爹，咱们得换个活法。今天下午在裕泰茶楼门口，你去解手时，我碰到了一个人，他是干戏班子的。我跟他商量好了，认他当师傅，往后跟他走。爹，放心吧，我都替你想好了。等我在戏班子里站稳了，你再找个由头过去，这样咱俩不就在一起了吗？我的闺女，师妹，师妹，我的闺女。带走。是。穷，就应该被欺负吗？不甘，就要去杀人吗？走走。欲望真的太可怕了，能把一个人的内心变得如此扭曲。每个人都有欲望，它在我们心中就像一只沉睡的老虎，一旦惊动了，我们与它便会展开一场殊死搏斗。但是最可怕的并不是欲望，而是那些甘愿奉献一切、不计后果的那些帮凶，是他们让苹果烂得更快、更彻底。别的欲望我不知道，但是食欲是万万不可控制的。走，现在案子也结了，我们去居上方吃顿好的，我请客。好。大小姐，司令让我来调查结果。你就跟我爹说，案子结了，真凶也已经查明，调查结果得等我们回去以后写给徐厅长。他要想知道的话，自己给徐厅长打电话呗。明白。大小姐，那天三姨太受了惊吓，司令想给她买个礼物，所以知道了。是。尸检报告我已经交给大毛了，家父有急事，咱们改日再决。走。不回家？怎么要请我吃饭啊？食堂。你就不能有点新花样吗？你可以选择不吃啊。
这个案子背后的玄机我还没有弄明白。这几天我总在想，这股暗流竟然处心积虑地想要接近徐厅长，那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而我们也不能被动迎接挑战。这事儿一直在我心里悬着，只苦于没有头绪。你有什么打算？哎呀，说实话，我也没有。先翻翻档案吧。需要我做什么？这样，你让大毛和陈正这2天办案的时候，留意一下身边有没有这个图案的人，一旦发现，立即汇报。来人啊！不行，我必须要弄清楚这个图案到底代表什么。龙爷，多谢。刘兰，
客气点儿。罗爷你好，你就是秦威廉那个刘洋的儿子？对，我叫秦火乐。请坐。龙爷，洋玩意儿，哼，什么事儿说吧。啊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这不也刚回来吗？不过我早就听人说了，在咱江州这片地上，最不能招惹的便是江州三虎了。幻音楼背后的金主大阿爷，杜记车行的大当家杜三爷，这行二便是游龙赌坊的老大龙爷您了。都说整个江州就没有什么事情是能逃过您的眼皮子的。头天3更有根银针掉了，第2天一大早您便知道是谁家的了。还听说了啊，咱这龙爷呀最热心肠了，最擅长的事儿便是助人为乐，那简直好比梁山好汉及时雨宋江啊！ 《水浒传》中，我最恨的就是宋江。啊，拍马屁的话就免了吧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啊，那既然龙爷发话了，我便直说了。龙爷，您见过这个吗？ 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这个纹身关乎到一宗命案，我必须得查清楚。秦神探是吧？对。劝你一句，该出的风头你也出了，见好就收。你想早投胎，我还不想早死呢。 哎，龙爷别！龙爷，记住，往后任何人问起这件事儿，你都得咬死。今儿晚上，咱俩没见过面。发什么呆呢？情况怎么样？近距离割喉，一刀毙命。从创口来看，凶手应该是左手持刀。屋内没有打斗的痕迹，龙爷是个练家子，近距离出刀应该是熟人作案。死亡时间呢？应该是在昨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之间。队长，龙爷的手下巨塔在外面吵着要见你，让他过来。 你找我？你们还在这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抓幽兰！我一定亲手宰了他，给龙爷报仇！你的意思是，这个幽兰有很大的嫌疑？废话，除了他还能有谁？这个幽兰什么时候跟的龙爷？比我早。她是龙爷的干闺女，龙爷出事后，她人就不见了，指定是他干的。见过吗？这不就是洋人点烟用的玩意儿吗？我是问你，这个东西是不是龙爷的？ 龙爷从来不用这些洋玩意儿。昨天晚上10点到11点左右，龙爷见过谁？昨天晚上，龙爷只见过一个人。对，也是你们警察厅的，说是秦威廉的儿子，叫什么火乐。他什么时候离开的？10点半。怎么这么确定？嗨，你他娘巧了！ 老爷，怎么着？成天浪的王八蛋来了？没来。他娘的！不是说今天8点以前来还账吗？几点了？ 10点半。
之后，我就带着兄弟们去追债了，折腾了一宿，天亮才回来。没想到龙爷他，太爷，叫上兄弟们，跟我走。慢着，宋队长，你们警察抓差办案，我全力配合，但我们也有我们的规矩，咱们最好井水不犯河水。记住，不管是井水还是河水，那都是江州的水。私情越不过法度，杀人者就该伏法。你要是有私刑，那在我眼里和杀人凶手是一样的，我是不会放过你。大妈，小陈，哎，队长，今天上午火了有没有去过警局啊？好像没有。去，盯着去打，千万不能让幽兰落他们手里。是。在哪？快追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站哪儿？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哪儿跑？跑啊！跟我回去，我让兄弟们给你留个全尸。你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兄弟们，就是他杀了龙爷，拍死他，给龙爷报仇！追！对，他昨天是去找龙爷了，这事儿我是知道的。那他人呢？哎呦，估计这会儿啊还没睡醒呢。老爷，我刚刚去过少爷的房间，他昨天晚上好像没有回来。啊？这孩子，龙爷被杀了，就在昨晚10点到11点。宋队长，你该不会是怀疑火乐他？不是，我是担心他。秦叔叔，火乐有没有跟您说过，他去找龙爷到底要干什么？老爷，没有。这孩子真是把自己当神探了，他满脑子都是案子的事儿，找的又是龙爷，想来不会那么简单吧？哎，你们整天在一起，就没发现什么苗头吗？秦叔，我能去他房间看看吗？可以啊。哎，福叔，快带宋队长去一下。谢谢。请。这个案子背后的玄机，我还没有弄明白。宋队长，我们家少爷没事吧？福叔，火乐要是回来了，你让他第一时间给侦缉队回个电话。宋队长放心，一定。副指挥，事情进展顺利吗？劳烦您回禀爷神，根据他的要求，龙爷、杜三爷都已经被我解决掉了。眼下的江州三虎，就只剩下幻影楼的大阿爷了。
江州三虎要除，但让大家认为秦火乐是凶手，更关键。放心，我办事天衣无缝。叶神命令，秦火乐必须立即消失在江州，让侦缉队根本没有翻盘的机会。但现在出现了一个麻烦事儿，这小子消失了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除了咱们的人以外，还有其他人对他感兴趣？这件事交给我来办，你专心对付他。叶神很看好你，千万不要让他失望。除掉江州三虎，下一个目标会是更大的人物。如果你完成得好，我会建议叶神由你继续执行任务。多谢您栽培，丁某感激不尽。万事小心，切莫大意。姓名？宋队长，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。是，龙爷是我杀的。据我所知，龙爷待你不薄，你可是他最信任的人。是。为什么要杀他？